视频演示用到特色缎染线以及毛绒皮草线，搭配4.5毫米的钩针。首先环形起针，第一步钩织祖母方片的部分。起针完成后，钩织3个锁针作为1个长针，然后绕线圈钩织2个长针，加上起立针，一共3个长针。接着钩织2个锁针，继续绕线圈钩织3个长针，后面再钩织2个锁针。按照3个长针、2个锁针的顺序，循环4组花样。第4组完成后，收紧线圈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钩织1个引拔针，然后钩织3个引拔针，将线过渡到锁针的镂空处。第3针钩织的同时换深色线，将线带出，钩织3个锁针作为1个长针，同一个位置钩织2个长针，后面锁2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3个长针。在下一个锁针镂空处继续钩织3个长针。接着锁2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3个长针。按照前面这一组的针数，继续完成剩余的2组花样。第4组完成后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钩织3个引拔针，将线过渡到锁针的镂空处。第3针钩织的同时换回浅色线，带线钩出，编织3个锁针作为1个长针，同一个位置钩织2个长针，后面锁2针，再钩织3个长针，在2组长针之间的镂空处钩织3个长针。我们按照前面这一组的顺序，自行完成剩余的3组花样。第3圈结束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按照相同的方法将线过渡到锁针的镂空处，然后换深色线，继续钩织3个锁针，同一个位置钩织2个长针，后面锁2针，再钩织3个长针，在后面的镂空处钩织3个长针。下一个镂空处继续钩织3个长针，按照前面这一组的针数，自行完成剩余的部分。第4圈结束，不需要换线。第5圈首先锁1针，前面先按顺序钩织3个短针，在转角的镂空处钩织3个短针。接下来的部分按顺序钩织，每个针目对应1个短针，每个转角的位置钩织3个短针，环形钩织1圈即可。现在我们完成祖母方片的部分，一共钩织10个织片。接下来开始拼接包身的主体，
用皮草线进行连接，将2个织片对齐，在转角的第2个针目上起针，将线带出，锁一针作为起立针，对应每一个针目各钩织1个短针，将10个织片连接起来。下面讲解一下包身的拼接顺序，由左侧的这条线开始钩织短针，延伸到另外一面，钩到中间顶点的位置，后面不需要断线，继续钩织另外一侧，同样的方法一直延伸到另外一面，由顶部的织片过渡到下一个交叉点，顺着中间的这条线延伸到另外一面，来到下一个交叉点，继续翻转织片，连接最后一条斜线，回到之前的交叉点。最后在顶部这几个织片的边缘钩织一排短针，回到起针的位置。包身拼接好之后，我们钩织包带的部分，用双股线合并钩织，在织片顶部的针目上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钩织一条锁链，连接到另外一端，长度可自行调整。锁链完成后换皮草线，在起针的位置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锁一针作为起立针，绕着之前的锁链钩织短针，钩到另外一端，将整个锁链包裹住即可。现在我们这款实用的单肩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